恒大权贵的白手套，利用蚂蚁搬家的办法，把银行的钱一桶一桶搬走，换成海外豪宅、游艇、离岸账户，落袋为安。然后退市，程序走得干干净净，公告发得冷冰冰，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只留下几百万家庭的债务和废墟。中国楼市已经崩盘。是的，恒大退市，投资者血本无归。2021年以来，中国开发商违约的美元债高达1470亿美元，债权人收回本金只有9.17亿美元，比例0.6%。这是金融史上罕见的收割规模，100块钱投进去，连1块钱都拿不回来。一个行业的重磅消息，恒大退市了。曾经的万亿地产巨头，2020年出事，2021年暴雷，2022年自救，2023年摆烂。短短5年时间，眼看它起高楼，眼看它宴宾客，眼看它楼塌了。可这不是舞台剧，而是2.39万亿债务的冰冷现实。这笔债怎么处置？债权人的权益谁来保障？烂尾楼里的几百万业主又该怎么安置？没人能给出答案。中国楼市已经崩盘。是的，2021年以来，中国开发商违约的美元债高达1470亿美元，债权人收回本金只有9.17亿美元，比例0.6%。换句话说，100块钱投进去，最终能拿回的连1块钱都不到。恒大退市是整个过程的一个标志性节点。这不是简单的企业清算，而是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终结里。曾经的恒大是万亿级别的地产航母。2020年出事，流动性开始吃紧。2021年暴雷，全面违约。2022年尝试自救，卖资产引战投。2023年彻底摆烂，停工、欠薪、官司缠身。2025年退市，轰然倒塌。短短5年时间，从巅峰到废墟。眼看它起高楼，眼看它宴宾客，眼看它楼塌了。恒大的负债规模巅峰时接近2.39万亿人民币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全年的 GDP。这些钱本该变成一栋栋完工的住宅，一条条平整的道路，一处处完善的配套设施，但最终大量资金被搬运走了。2009年至2021年，恒大累计净利润1733.88亿元，分红近700亿元，其中540亿元直接进入许家印及其家族的腰包。许家印个人套现约500亿元人民币，这些钱早已通过离岸公司转移到境外。恒大在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里，从不避讳巨额分红和高额管理层薪酬，甚至在资金链已经紧绷的2020年，恒大依旧派发高额股息，仿佛在提前给自己发临别红包。恒大不是孤立，它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。在它之后，碧桂园、融创、佳兆业、花样年、奥园，一个个名字从楼市神话变成债务笑话。2021至2025年，中国房企美元债违约率超过80%，累计违约金额1470亿美元。这不仅是房地产行业的危机，也是中国信用市场的坍塌。碧桂园在巅峰时，一年卖房金额超过7000亿，相当于全球 GDP 排名第20的国家的住宅产值。如今，它的股价只剩0.25港元，市值跌到40亿港元，不够在深圳买一块地。截至2025年中，全国至少有2700个烂尾项目，涉及购房家庭超过400万户。这些家庭的生活陷入一种荒谬的状态，房贷每个月按时扣款，但家是一片长满野草的废墟。房企暴雷的另一面是地方财政的断裂。过去10年，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例一度超过40%，一些城市甚至高达70%。2024年，
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36.8%，创有统计以来最大跌幅。很多城市卖地收入不够支付基础公共开支，教师工资延迟发放，公共项目停摆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土地卖不动，房企不买地，城市建设停滞，就业下降，消费疲软，地方财政更紧张。如果说恒大是房地产危机的爆点，那么银行就是被波及最深的伤口。表面上，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依旧坚挺，不良贷款率常年保持在2%以下。但只要往下看一层，就会发现惊人的隐性风险。大量房企贷款被展期，在账面上依旧算作正常贷款。银行通过债转股、信托计划、资产证券化，把风险藏进影子资产里。地方银行，尤其是城商行、农商行，房地产业务占比动辄30%以上。2025年初，华南某城商行被爆出房地产相关不良资产比例接近50%。一位内部人士说，恒大的项目在我们这里有几十个贷款，基本都停了，但不能全列为不良，不然银行就没了。这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尴尬，明知道账面是假的，却不能揭穿，因为真相一旦公开，就可能引发系统性挤兑。恒大的债务结构很复杂，银行贷款约占25%，信托贷款约占15%，公司债、美元债约占20%，应付工程款、材料款约占40%。这意味着恒大暴雷不仅拖垮了银行和债券市场，还直接压垮了数十万家上下游企业。在广东佛山，一家专门做幕墙工程的中小企业老板说，恒大拖了我3000万工程款，我的工人2年没拿到全额工资，最后大家都散了。在河南郑州，几百名供应商曾聚集到恒大当地公司大楼前讨债，现场像一个大型的失业者集会。这场危机不是单一的企业破产，而是整个供应链的塌方。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的信用基石，人们相信房价不会跌，因为背后有地方政府、银行政策托底。房企的融资模式就是建立在这种信用共识上，不断借新还旧，用预售资金滚动开发。恒大暴雷击碎了这个共识。当人们第一次发现连恒大都能倒，那么任何开发商都不再值得信任。购房者不敢买期房，银行不敢给房企贷款，投资者不敢买房企债券，信用消失得很快，就像一盏灯被突然关掉，整个市场陷入黑暗。很多人期待恒大的结局会像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那样，有一个救赎故事，政府出手接盘，系统恢复稳定。但现实是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规模和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有那样的救赎。规模太大，房地产相关债务总额超过50万亿人民币，不是一次注资能解决的。问题太深，烂尾楼、债务展期、地方财政依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。信心太弱，即便给恒大输血，市场也未必恢复购买力。最终，恒大的破产退市只是按照法律和程序干净利落地画上句号。法律文件会说债务依法清偿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这意味着债权人收回0.6%，投资者归零，购房者自求多福。恒大在全国280多个城市都有项目，对很多3、4线城市来说，恒大不仅是房企，更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。项目一旦停工，不只是房子没盖好，连配套的学校、道路、商业都停摆。地方政府不得不接盘，但资金有限，只能优先保障少数重点楼盘。一些城市推出保交楼专项债，本质是发债借钱去帮恒大收尾，但这笔债最终还是要纳税人买单。恒大的美元债问题在全球债券市场引起了巨大震动。过去10年，中国房企是亚洲高收益债市场的主力发行人。
投资者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大型房企违约，于是放心买入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假设是错误的。恒大违约后，美元债市场一地鸡毛，恒大美元债价格从面值100美元跌到不足3美元，海外投资者几乎血本无归。国际评级机构集体下调中国房企信用评级，这直接导致中国房企在海外市场融资几乎停滞。恒大的倒下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单一事件，它是中国房地产高杠杆模式必然的终点。它让我们看到，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有多少是建立在债务幻觉上的繁荣。这场危机的余波还会持续多年，烂尾楼处置将是长期任务，地方财政压力会继续加大，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会缓慢上升，居民购房意愿可能10年内难以恢复到2010年代的水平。恒大退市不只是一个公司的终结，而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。它像一面镜子，让所有人看到繁荣背后的真相。金碧辉煌只是粉饰，里面是钢筋锈蚀，混凝土开裂。